啊，银子。哎，不成啊？那就不是银锭了。哎，吴金伯，别卖关子了，给大家打开吧。我们先睹为快啊！哎，哎，来，好。哎呀，爹，您慢一点，这小心。哎呦，慢，干啥？大家再猜猜，这里边究竟装了什么礼物？上等的玉石？不对，说不定是张大银票。都说完了吗？猜对了有赏。吴清伯，打开吧。好，这吴清伯，不，再看。不要忘本。你们都看到了吧？啊，这肯定是张居正的主意。这是大过年的送这么4个字，这不诚心膈应人吗？就是。好啊！爹，你竟敢用这瓦刀来戏弄你老爹！我知道没生你这闺女，我大不了真的给别人砌墙去。爹，咱们就拿这个去给他砌猪圈，嗨，反正又不丢咱们人啊，丢他李太后的人，是不是？对呀，儿子，去，搞那瓦刀捡回来，看那铁边摔弯了没有啊？还好，没坏。冯公公，张先生，您找我啊？是啊，有件事下官要向冯公公请教。哎呀，张先生，您都当了内阁辅臣了，怎么还在老夫面前称下官呢？老夫担当不起。哎呀，冯公公是前辈啊。前辈谈不上，只不过在大内多待了些年头。张先生，你从礼部尚书晋升到内阁辅臣多长时间了？2个月了。哦，干得还顺心呢？顺心。张先生，皇上批准你入阁，旨意上写的明白，随原府张先生入阁办事。因此，老夫提醒你一句：凡事不要自作主张，要多听首府的。当然，下官要谨守本分。皇上和太后看首府太累，赐福吕阁老又是个好先生，所以才决定再选拔一个阁臣。你张四维才逮着这个机会。四维无德无能，承蒙皇上眷顾，才得以攻添内阁。皇上只是签字同意而已，将你的名字推到御前的是首府。首府看你办事谨慎，脑瓜子好使，所以才决定提拔你。他这样做可是冒了风险的。谁都知道，刚刚发生的棉衣事件，始作俑者王重谷可是你的亲舅舅。按理说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舅甥2人应该被贬职。是，可你不但没降，反而升了内阁辅臣。你舅舅王重谷，首府念他是难得的军事人才，也准备升他。我们舅甥2人对首府的知遇之恩是没齿难忘。还有您，冯公公，您对我们舅甥2人也有力荐之恩呐。哎，这也没什么。我在太后和皇上面前倒是说了你们不少好话。冯公公，您放心，下官知恩图报。我也不需要你报什么恩，你只要为皇上好好办事儿，我就放心了。看看，又扯远了。今儿个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还是为了那个棉衣事件。棉衣事件？
又怎么了？皇上下令秘密处死了邵大侠，可是还有另一位案犯，该如何定刑？下官还要请教冯公公。这事儿归你处理了。首府交给我办了。那首府什么意思？首府对贪官一向痛恨，他的意思肯定是要严惩。这个胡自稿肯定是要受到严惩。他虽然没有死罪，但活罪难逃。下官明白了。冯公公，咱想办法斡旋，把胡子稿判他一个3000里外充军，您看怎么样？就按你的意思办吧。哎，首府大人。啊，洪盘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啊，我把刑部验审胡子高的卷宗调来，又仔细的看了一遍。看出什么名堂了吗？这个胡子稿啊，一再辩解自己跟棉衣事件无关。他不是发了烟瘾给邵大侠吗？他说是邵大侠诈他，不得已而为之。他没有盘扯冯公公？没有，一个字儿都没提。这条花泥鳅，早知道紧要处守口如瓶。能给胡子稿定罪的都有哪些啊？啊，有人证物证。实实在在能够落实下来的，他贪没了9万多两银子。这么少，鬼都不信。我也不相信啊。可是没办法，南京刑部派员抄了胡子稿的家，家中细软值钱的东西能值3万多两，还有现银3万多两。早就转移了，还等着你去抄家。不过就这个数，也可以治他重罪。是啊，可是问题是什么？冯公公派人给下官带来话，说对胡子稿的惩处，虽然不是死罪，但活罪也不能轻饶。哼，这冯公公可真会说话。表面上看他的意思是要对胡子稿严惩，实际上是要保他一条活命。是啊，所以我把他的那个卷宗调来1月，把他的罪行归纳清楚，特来向首府大人禀报。您看该怎么处置为好？我要惩这个贪官，真是比登天还难呐！是，没什么好商量的了，就按冯公公的意思办吧。但是活罪不能轻饶。那好，下官的意思是把胡子高的家产充公，留设3000里外戍边，永远不准开济回乡。您看可否？万历新政推行5年，经过整饬吏治、实行考成法、整顿役地、子力田征税、厘清税制等一系列改革，万历王朝的财政有了根本性的好转。正在张居正要将改革推向深入之际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哎，再快点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朱大，往日可是不见你用紫砂壶喝茶呀？前些日子，戚继光给我送了一罐福建的大红袍，顺便送上这把阳县的紫砂壶。今天请你们品尝的，就是名扬天下的大红袍。哦，朱弟兄，首府用最好的茶叶招待你，可见把你带为上宾了。如此说来，下官感激不尽啊。魏大人，这次将你从山东宣召进京，主要是为赋税之事。山东历来是粮税大省，可是自万历2年以后，山东上缴国库的税银虽略有增加，但是其排名却从全国第5位降到了第11位。山东沃野千里，且有漕河灌溉之便，经过子弟田征税等措施之后，为何赋税不能大幅增收啊？护科给事中温克里给皇上上奏本，
弹劾你征税不力，皇上要降旨切责。我认为你办事认真，绝不会玩忽职守、懈怠政务。所以今天我想亲耳听听你对这件事的解释。温克里弹劾下官的本子，我已经从底报上看到了。温克里说的可有道理？事实是真的。那什么是假的？说下官玩忽职守、政务懈怠，这一条是假的。为何不见你的辩书上来？首辅大人警惕自刎，让下官火速赴京，所以就搁下了。而且这辩书，下官无从落笔呀。为何？下官却有难言之隐啊。有何难处，正可对首辅当面说清。下官出府山东4年，何不想扩大赋税，做出政绩来？该征的税都征了。普通纳税农户10有8、9都是照我缴纳税银，基本上没有发生脱险。在老百姓身上再挖钱利，那就不是扩大税源了，那是搜刮民脂民膏了呀！谁让你为廷山搜刮民脂民膏了？难道山西、湖广等省赋税大幅增加，都是搜刮民脂民膏？这些省的府台都是酷吏。魏大人，跟首辅怎么如此说话？下官实在不想在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身上再挖钱利了。首辅大人，希望你能帮该压在头上的2座大山，山东赋税则可以增加1半。哪2座大山？一个是平西侯李阳希，另一个是第7代杨武侯徐广庆。他们2个怎么了？平西侯与杨武侯在山东的世豪大户中可谓是扛山拔顶的人物。这2个人在地方上作威作福，府衙奈何他们不得，已成为地方上一大公害。平西侯李阳希每年进京面圣1次，他便借此机会让族人佃户替他准备礼品盘缠，对沿途的百姓大肆的骚扰。而徐广庆的子力田多年来没交一丝一毫的赋税。万历2年，虽然皇上办旨给子力田增收薄税，但许家的田地10有8、9不在子力田的范围之内，所交税项只不过是9牛1毛。由于有这2人挡道，虽然朝廷实行了大德民心、求能增收税赋的举措，但在山东却收效甚微啊。魏大人，听了你刚才的讲述，虽说是触目惊心，可我还是不太明白。平西侯李阳希的问题是蓄意不轨、巧意敛财，这跟赋税有什么关系啊？只怪下官没有说清楚。李阳希的大量财富就是来自于本该是朝廷收取的赋税呀。此话怎讲？一些刁民为了躲避交税，自愿把田地交给李阳希管理，农户变成无田户，一经核实后就不用交税。李阳希成了名义上的田主，农户们把田租交给他，当然这所交数额要比交给朝廷的要少，不然农户们也不会玩这种祭田的伎俩。因为李阳希有免交田税的特权，所以李阳希每年吃这种祭田的租米也是财源滚滚。真是敛财有方啊！李阳希、徐广庆如此劣迹斑斑，你身为山东巡抚，为何不加以治理？我没法治理，他们都是大明开国的功臣之后，世袭爵位，我无权管辖。在山东这块土地上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那些世豪大户们纷纷仿效他们。那各衙门的官员都在吃闲饭。各级衙门说到底只能管管老百姓。这些世豪大户们各个椅子背后都有人，得罪不起啊！岂有此理！新皇上登基都快5年了，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的怪事！是啊，祖上留下的弊政莫过于4田，不法近身钻朝廷的空子，致使赋税大量流失。如今财富上不在国，下不在民，多半都被那些奉子龙孙鲸吞了。朱大，为了能让子力田征税，你可是费尽了心血了。可这和那些近身大户非法占有的田地相比，子力田征得的那点税银又算得了什么？政治不明，小人承袭，弊端不除，宰辅之过呀！魏大人，该用早膳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个姑娘怎么这么面熟啊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
她叫玉娘，就是当年首府大人从王九思手上救出来的那个姑娘。怪不得。回大人，首府大人和户部王大人正在膳厅等候。哦，他们来得这么早？是啊。好，首府大人，王大人，哦，魏大人，二位这么早，恐怕还没用过膳吧？待会儿还有要事处理，所以一大早赶来啊，就想利用早膳的时间，把你昨天说的事情再聊一聊，啊，搞点吃的。小姐，首府大人来了。他那是来找山东巡抚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今天一大早，刘普就跟我说了，说昨天晚上住进来一位大官，大人正好这个时候来，怎么能是看我的呢？春花，我们回去吧。好好的天一下就阴下来了。是。其实我昨天一夜未睡，看到这一桌东西全无胃口。我今天来只是想证实一下，你昨天所言之事是否着实啊？全都是事实，下官敢用脑袋担保。好。刚才来的路上，我跟汝关兄商量了一下，你今天就给皇上上一道奏章，力陈山东赋税收缴不力的原因。是。依你看，此一弊政的根治之法在哪里？惩治这些不法权贵。自周文王以来，历朝历代对那些不法权贵严加惩治。可是这些不法权贵就像赖皮狗身上的虱子，越抓越多。啊，首府大人，那汝关兄，你说呢？这样的事情何止是山东？如果认真稽查，只怕各省都有不少案例。是啊。因此我想了一个根治之策。请舒大兄明示。2个字：清田。清田？在全国开展清账田地，所有的近身大户都是重点清查对象，一次查出，立即追缴所掏全部赋税。好。不过舒大兄，好是好，如此一来，你可是要与天下所有的近身大户为敌了。这后果你想过没有？我早就说过，为天下苍生计，为朝廷计。我张居正早就做好了回家巡国的准备。纵使荆棘遍地，重簇窜身，又有何惧啊？唯其如此，才能办好1、2件事体啊。首府，你既下定决心，下官在此主动请缨，清账田地，就从山东开始。清账田地是一项浩大工程，朝廷须得为此事定下规则章程。究竟如何实施？汝关兄，你先找有关衙门会议。是。首府大人到这儿了吗？刚到不久，好像正在上房谈事儿呢。有何事啊？怎么了？哑巴了？老爷，江宁来人了，还捎了一封信。信呢？他要亲自交给您手上。他人在哪里啊？在府上。出什么事了？老爷，张老太爷已经仙逝了。你说什么？张老太爷本月13日在家中仙逝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老爷，舒大兄，舒大兄。小姐，怎么了？张先生的父亲过世了。舒大，您别太难过了。你都出去吧，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。
我应该怎么办？你应该去见你父亲最后一面。不是说现在。都已经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惦记着你的政务？你应该抛开一切，去尽你的孝道。你说的对，要不然我还算什么臣子？仰为皇上圣览，臣于今晨得到家乡家丁报信，家父于本月13日病逝于湖广江陵城家中。乍闻噩耗，臣五内俱焚，痛不欲生。启禀皇上太后，张先生有急帖呈上。念。是。仰为皇上圣览，臣于今晨得到家丁报信，家父于本月13日病逝于湖广江陵家中。乍闻噩耗，臣五内俱焚，痛不欲生。按大明制，臣须在家中丁忧守制，仓促不能成文。臣仅将此哀痛之情哭禀于皇上，臣张居正符奏。母后，太后，大办。张先生的接帖中说他要回家守制，这守制是什么意思呀？这是洪武皇帝爷定下的规矩，凡在职官员遭逢父母大丧，必须革去官职，回家丁忧3年，然后再复职。这一制度叫守制。这么说，张先生要回家3年？按朝廷的大法，应该是这样。母后，张先生一定要回家守制吗？君儿，你想一想，现在正值万历新政，如果没有张先生，那会是什么样？这不可能，朕是皇上，朕不放张先生回家。皇上，如果您执意要留下张先生，也未必不可。您可以下旨让他夺情。夺情？什么是夺情？凡官员死了父母至亲，按常理都应该回家守制3年。若朝廷因战争、水患、赈灾等大事，不能让此官员回家奔丧守制，皇上可以让此官员继续留任，为朝廷服务。此举称之为夺情。既然有夺情一说，那朕不让张先生回家奔丧，朕让他夺情。张先生的去留是大事，就算让他夺情，也得有个理由。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给张先生安抚。张居正接旨。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今览先生所奏，得知先生之父弃世10余日，子痛悼良久，先生哀痛之心，朕深体会。望先生以朕为念，免疫哀情，以成大孝，则朕幸甚。今赐白银500两，祝司10表里，新钞1万贯，白米20担，香油200斤，各样碎香20斤，蜡烛100对，麻布50匹，钦此。谢皇上。张先生，请起。张先生，你一定要爱惜身体。你这样哭，让皇上知道了，不知道有多难过。张先生，我已经给皇上出主意了，让他接见吏部尚书张翰。见他做甚？让他给皇上写本子，请求慰留你，让你夺情。夺情？这怎么行？
我已经19年没有见过老父，这次他老人家居然辞世，我作为人子，焉能不辞去首辅之职，回江陵守制？太后和皇上主意已定，他们不让你离开京城，更不会让你辞去首辅之职。你是说，皇上让我夺情？不只是皇上，太后也是这个意思。太后、皇上是否知道夺情的确切含义？我已经向皇上和太后阐述明白了。太后和皇上知道夺情的后果吗？后果？什么后果？我大明开国洪武皇帝以孝治天下，制定了官员的丁忧制度。这种制度已经实行了200多年，深入人心。对皇上、对朝廷，我们要讲忠；对父母要讲孝。如果一个官员父母先逝而不回乡守制3年，那就会被天下人视为不忠不孝的忤逆之徒。此种人，哪怕他地位再高，名声再大，也会为天下人所耻笑和谩骂。居正不才，于公于私，我也不敢背着不孝之子的骂名啊。先生的话，句句在理。谢谢冯公公能够体谅我的苦心。张先生的话虽然在理儿，但你这道理不是大臣的道理，而是秀才的道理。张先生，我知道，天底下最好的人就是忠孝两全的人。你是读书人出身，看重的是这个名节，这都无可厚非。但是我活到现在，还真没见过几个忠孝两全的人，更不用说像您这种有本事的人了，更不可能忠孝两全，要么尽忠，要么尽孝，这两个只能选一头。张先生，忠孝2个字也是忠在前，孝随其后。如今皇上要你夺情，你却偏犟着要回家守制，这事儿有点不太妥吧？方公公，如果我夺情，天下的读书人会怎么看我？这我已经想到了。你说会怎么看我？骂断你的脊梁骨。你既然知道这严重的后果，为何还要劝我夺情？为了你的万里新政，张先生，你现在还要在全国清障田亩，实行一条鞭法的税赋改革，这都是伤筋动骨的大事儿。我把话放这儿，如果你一走，你的这些改革举措立马就完蛋。这正是我所担心的。皇上才16岁，肩膀太嫩，他担不起这副重担。明知道是这样，你还要坚持回家守制，不肯夺情吗？张先生，船到中流，不进则退呀。阁老大人，下官申请在山东清障田亩，所成利害，都在奏章里阐述明白。啊，这事儿你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？首辅的尊父去世，他在家守制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下官不找你，又能找谁呢？啊，既然是这样，那就放这儿吧。阁老大人，这可不能放啊，这可是件大事啊！不能放又能怎么样？首辅张大人已然守制在家，这么大的事，谁能管得了？魏大人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既然这样，下官只有回山东待命了。岳阁老，哎，你这是什么呀？都是等着你票的奏章啊。既是你票的事儿，你报到我这儿来做什么？哎呀，首辅在家守制，这些奏章都是各地报给皇上的大事儿啊。没有首辅的批示，下官是不敢妄自拟票，所以我只能报到你这儿来了。你不敢拟，我又敢拟吗？哎，你是赐府啊，
那不是有规矩吗？这个首辅不在那个当值，次辅可以代行权力。哎，张国老，这话可不能说呀！啊，听说皇上要首辅夺情呢。那等待警局处理的奏章，我这儿有一大堆。哎，你不敢拟票，我更不敢呐。那既然这样，只有一个办法。哦，什么好办法？把这些奏章全都交给首辅的书办姚况，让他拿到首辅家中，让首辅阅处。这倒是个好办法。首辅，首辅，你来何事？是吕大人让卑职前来的。今日从大内发出奏本4封，都要拟票。吕大人和张大人2位辅臣不敢做主，故让卑职送到大人府上。本府守制在家，让吕阁老和张阁老代行拟票便是，何必送到家中？拟票乃当国大事，2位阁老哪敢做主啊？不过，吕阁老还是做了一回主。什么事？今日上午，山东巡抚魏廷山到内阁觐见吕阁老，把昨夜与你会见的情况做了汇报，并说你指示他向皇上写奏本，申请在山东清障田亩。是啊，吕阁老怎么说？吕阁老说，首辅已守制在家，这件事儿先放一放吧。魏廷山听吕阁老这么一说，就决定离京回山东了。魏廷山已经走了吗？他说要走，不知道动身了没有。你即刻找到魏廷山，告诉他，给皇上的奏章直接送到我这儿来。是。张翰，你经张先生推荐，已当了3年的吏部尚书，深谙朝廷用人之道。你现在说说，首辅张先生家先父不幸辞世，按照洪武皇帝制定的官制，张先生必须回家守孝3年。但朕想知道的是，有无变通之法？有，皇上可特旨准予张先生留任，此举称为夺情。你认为张先生是应该回家守制呢，还是应该夺情？该讲的臣都讲了，一切全凭皇上定夺。张大人，你能当上吏部尚书，都是张先生在皇上面前极力推荐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可得知恩图报，出面慰留张先生。啊，是。张翰，万历新政推行5年多来，已是大有成效，这一切全赖张先生尽心辅佐。张先生如果在这个时候离开了载魁之位，回到湖广江陵守制，这一切可就前功尽弃了。因此，朕的意思是，慰留张先生。皇上是要首辅大人夺情？是，而且这也是两宫皇太后的意思。你回去后即刻给朕送一道奏本上来，意在劝张先生夺情。这怎么？有困难吗？没有。张局长，你看驸马爷，哎，驸马爷，好消息啊！天大的好消息！这年头还有什么好消息啊？我告诉你，张居正他爹死了。什么？张居正他爹死了？哎，你小子没诓我吧？谁诓你啊？张居正他们家灵堂都设起来了。张居正要回家守制了，守孝3年，这回他得滚蛋了。李高，这天我们终于等到了，我们终于熬出头了。哎呀，来人！哎，老爷，拿最好的酒，我要跟国舅爷一醉方休，一醉方休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是老爷。驸马爷，国舅爷。哎呦，张阁老，张阁老，你是无事不登3宝殿啊？我明白了，是为了张居正守制的事情来的，是不是？就是。二位能否借一步说话？来，一起喝酒，一起喝酒。喝两杯啊！这么说，皇上要张居正夺情？是啊。
皇上怎么能这么糊涂呢？老爷，这是庆临记的陈酿，已在地窖里放了3年，是最好的酒了。还喝什么酒？滚！老爷您，哎，张大人，别走啊！这事儿咱得商量商量啊。2位大人先商量吧。啊，内阁还有要紧事儿，我得先回去。这小子整个一软蛋。你才知道他是软蛋，他从一开始就是个软蛋。什么内阁辅臣，说白了就是替张居正办事的一条狗。他不软蛋，他能怎么着？咱们走。上哪儿去啊？找你爹商量商量，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。哎呀，吴清伯，今儿怎么能吃窝头呢？今儿应该吃肉。吃肉干嘛？你的大喜事来了。啥喜事？张居正的爹死了。啊？这怎么是喜事？这不丧事吗？怎么是丧事呢？对他来说是丧事儿，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这啥意思？你真不知道啊？啊！哎呀，吴清伯，咱们大明王朝的组织，凡为官之人，只要死了父母双亲中的任何一位，都得立即回家奔丧，守孝3年。张居正的爹死了，他这个首辅就当不成了。嘿，好啊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这个丧门星一走，咱们的好日子就来了，咱们就该伸头了。哎呀，吴清伯，你别高兴得太早了。哎，又咋了？你的闺女儿还有你的外孙要张居正夺情呢。嗨，咱那闺女她怎么老是胳膊肘往外拐呀？哎，驸马爷，我看你是空欢喜一场。也不见得。爹呀，老姑爷有好主意，这把呀准保叫张居正卷铺盖卷滚蛋。哎，你有啥主意？我听听。张居正弄的那些改革的苛政，不光咱们反对，就是京城各大衙门里的那些清流官员也都十分的反感。吴清伯，我们想想办法，把这些人煽乎起来，让他们给皇上写本子，反对张居正夺情。我看读书人啊最讲孝道，这事儿能行。哎呀，哎呀，驸马爷，今儿怎么想起请我在这儿吃茶呀？王大人，我跟国舅爷有事向你讨教。好，请，快请。2位大人，不知有何事赐教？首辅张居正死了爹，我听说吏部尚书张翰上书给皇上，让张居正夺情。你知道这件事儿吧？知道。你这个翰林院的掌院大学士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？我大明王朝以孝治天下，夺情之举实在是有违祖制啊。不单是违背祖制，还不得人心呐。国舅爷说的有道理。王大人，您手下那帮词臣，他们是怎么看待首辅的夺情之举的？他们对此事都心怀不满。哎，既然不满，你们就应该站出来反对呀。可怎么反对呀？很简单，你们应该阻止吏部尚书给皇上上书。王大人，如果你能阻止张居正夺情，也就是咱们大明王朝的大功臣了。下官听说是太后与皇上希望张居正夺情。我姐呀，恐怕是面子上抹不开吧。王大人，皇上养你们这帮词臣是干什么的？不就是希望你们能在大是大非面前维护朝廷的纲纪吗？啊，如果你们一个都缩着脖子，这国家哪有正气可言？是不是？2位大人说的有理，此事如何办理，容下官跟属下再商量商量。备驾，去哪里？到大内紫禁城投这份奏章。大人，您还是同意让首辅夺情？从内心来讲，我认为首辅大人夺情尤为祖制，但太后和皇上交代的事，我又不能抗旨不办呢。
烦劳通报老天官张大人，就说翰林院掌院学士王振林率编修吴中行、赵永乾前来拜访。张大人，翰林院掌院学士王正林率其属下来访。哪些属下？翰林院编撰吴中行、赵永乾2人。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大人请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今日我们3人前来拜访，是关于首辅张大人守制之事。这种事情，你们为何来找老夫啊？您是吏部尚书，官员守制之事何该你管？不找你张大人，我们找谁啊？那你们的意思是？我们认为首辅应该回家守制。对，我们翰林院同仁都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2位都是首辅大人的学子。首辅大人一手提拔了你们，他是你们2位的做主啊。老天官说的不差，而你们此番前来，却口口声声说要反对首辅夺情，这不是诚心和你们的做主作对吗？